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主要讲一下安卓自动化测试的一些扩展脚本。这些是平台相关的脚本。Appium 可以测试多种平台，这里讲的是安卓这个平台的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其实是框架封装的一些功能，比较方便使用。其实有不少的扩展已经有现成的 API 可以用了。一般情况下，可以先试一下有没有现成的，没有的话再去使用扩展。那现在就基于这个 UI Automate 2这个驱动的官方文档的这个扩展的内容来展开讲解。首先看第一个，这个 shell 其实就是执行这个 ADB shell 的命令。如果这一个扩展的话，它有一个要求，就是启动 Appium 服务的时候，需要先设置这个 ADB shell 这个特性，就是一些安全方面的考量。现在启动一下 Appium。这一期呢，就是会用到几个应用来演示，所以呢，我这里就是把用到的一些都给列进来了，然后没用到的时候呢，就暂时把它注释掉，就这样子，因为我也不想分多个文件去写了，比较麻烦。OK， 接下来看第一条。好，现在来执行一下这条命令。这里的话主要是列出手机上这一个路径的一些内容。这里用一个 pprint， 这个是格式化输出啊。比如果你用 print 的话，它这里就是直接一行显示过去了，就不那么容易阅读。它这个其实就是差不多等同于这个 ADB shell 的命令。比如说，我现在手动去执行 ADB shell ls， 然后 SD 卡download，你看这个输出内容其实是一样的。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它还有，比如说就是你先执行 ADB shell， 你就进到它的这一个 shell 环境里面，有一点类似于你去远程访问这个手机。比如像我现在直接输一个 ls， 还是同样的路径，输出内容也是一样的。OK， 然后我现在执行退出，就退出这个shell环境了。好，下一个，这个的话是执行模拟器的控制台命令，它这个也是需要有一个安全特性，就是这个模拟器控制台。那如果有多项安全特性的话，就是用逗号连接，像这样子去写就行了。不过后续可能还会用到其他的一些不安全特性，所以呢，我就是后面打算直接用这一个就好了，降低安全性要求，就是使用比较宽松的这个安全性限制吧。我先把这个结束一下。重新启动 Appium 就用这一个参数。OK， 这个控制台的话，其实它就是它这里边的操作呢，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里，比如说像这个旋转手机啊，还有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操作，它其实跟这边的差不太多。它还包括一些传感器的设置之类的。那现在的话，我就是用这一个命令
就是一个帮助命令，去看一下它都支持哪一些命令，直接执行这一个吧。我先把这后面注释一下。OK， 这就是它支持的一些控制台命令，可以看一下，这后边都有说明的啊。像我这里刚刚注释掉的这个，就是一个旋转这个设备的，比如说是横屏、竖屏这样子，在这里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现在可以试一下，执行一下。手机被旋转了，可以看到。现在再把它旋转回来吧。这里的话，它还有很多命令，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里顺便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想看这里某一个命令，它如果还有更详细的用法的话，可以用这个。这有一个传感器的，这也注释一下。这里就有传感器的状态，还有获取某一个传感器的值或者是设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文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手势系列的，这里就是列了一些比较常用的手势，像长按或者是双击。点击这个就很常见了，我们 API 就有了，就没必要用它。还有拖拽，还有这个是快速滑动，就是比如说你去拉一个列表，你快速滑动，它还会有一个惯性继续移动。这个参数的话要注意一下，是指它滚动的方向。你可以参考它滚动的时候的滚动条的方向，不是那个手势的方向。还有这个放大、缩小这些手势，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放大或者是缩小的一个比例。这个滑动、滚动手势。这里有2个滚动，区分一下，这个是滚动的手势，这个是滚动命令，它的用法还是稍微有点差异的。我现在看一下这个长按的手势，它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可以去长按一个元素或者一个坐标点，所以你提供的参数呢就是2选1。如果是长按元素，你就提供这个元素的 ID； 如果是长按坐标点，就提供这个 XY 的坐标。这个元素的 ID 呢，就是获取到元素之后得到它的一个这个运行时的一个 ID。这个双击手势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也是差不多的双击元素或者双击坐标点。点击这个也不用说了，点击元素本身就有一个 click 方法了，然后如果是点击坐标点的话，可以用这个 tap 的方法，就也没有必要去用这一个 click 这个扩展了。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拖拽的手势，然后快速滑动，就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速度的一个参数。这个是缩放的手势，这是放大，这是缩小。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缩放一张图片，
滑动这个的话就是比较通用了，上下左右滑动都是可以用的。这个滚动的话，就我这里是找到了一个可滚动的元素，然后去滚动它，这个就是滚动的一个范围，这是它的方向。比如我现在我这个就是向下滚动。这个手势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可以顺便演示一下这个长按的手势。它这个是长按这个设备名称，这里前面不用看啊，它就是滚动到这个位置，然后去点击它。这里就是先找到你要长按的这个元素，然后去执行这个长按的手势，还有这个双击的手势。就是这个输入框，双击是为了让它出现这个系统级的菜单。现在来执行一下。OK， 下一个这个拖拽的手势就是一个排序，系统里面的这个语言进行一个排序。这个语言列表，因为这里是可以按住拖拽的这种。你看现在这个语言都变了，我要再把它换回去，不然其他用力可能就会失败了，因为不同语言它的文案不一样。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就是因为其实相关的内容之前都已经说过了，主要是想讲一下这个扩展是怎么去使用的。像这个就是快速滑动的示例，也还是看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块了，因为这个语言里边的话，它的列表项比较多一些，像这个添加语言就有很多，就是特地找这么一个比较长的列表，方便演示。就是这种效果了。主要就是这一个快速滑动，它这里有一个这个返回值，我打印出来了，这个返回值是 true， 就是说明它还可以继续滚动，还没有滚动到底，就是按这个方向还没有滚动到尽头的意思。这个是放大缩小的手势，在这里去启动这个系统相册的这个应用，然后去放大和缩小这个相册里边的图片。就是这里是先放大，然后再缩小。这个滑动手势，这些都大差不差了。你看，我就是把这个刚才的滚动跟这个滑动，其实我用的是同一个场景。好，这里又来个类似的这个滚动，也是用这个设置 APP 来演示。
就是滚动这个列表。OK， 这里的话，这个深度链接，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应用内的这一个快捷方式吧，就是打开某一个页面的一个快捷方式。当然，必须得是这个 APP 本身支持的话，你就可以用了。像现在这里，我是去网上搜的一个，说是这个系统的这一个消息，这个 APP 它有这么一个这个深度链接，打开一个编辑短信的这个页面，并且提前输入一些内容。刚刚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这里也有个截图，看一下这个截图的内容，它是编辑了这一个内容，然后收件人是10086。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日志的广播。我这里有一个脚本，它就是如果你在开启了这个日志广播的话，那我从哪里去看这一个广播的日志呢？就是它提供了这么一个这个WebSocket 的一个路径，它这个就是这个 IPM 的一个服务的一个 IP。那我现在是通过这个方法先去获取到它的一个绘画，然后再去，因为我现在就只执行一个嘛，所以就只有一个绘画，这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绘画，那我就取第一个绘画，就是当前的这个测试的绘画了，然后去获取它这一个路径下的这一个日志内容。OK， 现在来执行一下。我这里打印了一个绘画 ID， 我这里加了个延时，这里就是获取到的这个它的一个日志的输出。然后后面这个测试结束了之后，它这里就终止了，这些就不用去管它了。当然，它这里有2个命令啊，一个是开始，一个是停止，就是开始日志广播，停止日志广播。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脚本，这个是可以启用或者是禁用这个电池优化选项的。如果设置启用了电池优化选项的话，就是应用在后台的时候可能会被系统限制一些活动。好，现在先来看一下它原本的设置。这里首先看一下电池这个菜单项，这里有一个电池管理，要保证这个自动管理的这个开关是关闭的状态。点开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电池的选项，电池优化。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应用它现在是处于被优化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启用了这个电池优化选项的。这里记得要先关闭一下，因为等会我们设置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关闭的话，你看到的还是原来的值，就是它没有刷新。具体看一下这个脚本，它的参数就是一个添加白名单。添加白名单的意思就是，
禁止这个电池优化选项，就是说把它添加到白名单之后就不会被系统优化掉了。这个的话就是移除白名单，就是恢复这个电池优化的选项。OK， 现在开始执行一下。执行完了，再看一下系统设置里面有没有改变啊。APP 找到我们这个应用，电池优化。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未被优化的这个选项。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特性，它就是你要启用这个电池优化选项，它才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设置一下。OK， 这个下一个这个是处理系统弹窗的，就是这一个脚本。这个的话，其实一般情况下主要还是处理这个权限的弹窗多一些。修改权限的话，它这里如果只是 PM 的话，就是 permission， 就只有一个授权或者是拒绝的选项。如果是这个类型的话，它就有这几种选项。那就是为了演示这个呢，我是在原来这一个 demo 的基础上面加了一些权限。那我现在先把它卸载掉，可以看一下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里启动之后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它弹窗还没有出现，你去直接执行这个的话，它可能会失效。把这个打开一下，因为我刚刚卸载了，所以把这个安装包的路径给它写一下。这里就是它有2个权限，第一个权限让它选择这一个选项，就是只有这一次可以使用。第2个权限呢，就是允许它使用。OK， 这个也是按预期的来操作的。好，接下来这个是在运行时修改权限，也是以这个 demo APP 为例。那这里要处理的是读取联系人的权限。先看一下现在是什么状态。这里有一个权限，这里读取联系人，这个是允许的状态。那如果它是允许的状态，就把它改成拒绝的状态。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就是首先获取这个被拒绝的权限列表，预期应该是没有它的，因为它刚刚已经授权了，然后再去执行这一个扩展，去修改它的权限。因为它之前是已经授权，那我们现在改成拒绝这个权限，然后再去查询一遍这个已拒绝的权限里面就会有它了。然后这个查询的是已授权的权限，那应该就是没有它的了。
好，现在去执行一下。这里看到他被拒绝的权限里面，只有这一个就是没有读取联系人的。然后我在拒绝之后再查询一遍，就出现了这一个被拒绝的权限。这里是已授权的权限里面就没有它了。打开这里看一下，这个联系人的权限就是已拒绝的，说明它是生效了的。好，这个的话是编辑框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平时的那种输入框。这里的话，以系统的这一个 message 这个应用为例，把这个应用切换一下，这回是，哦不对，不是这个设置，是这个系统的这一个消息的这个应用，把这个屏蔽一下。这里的话是点击这个搜索，然后去输入一个 test， 这个 action 就是它的这一个操作是一个搜索的操作。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选项啊，执行啊、搜索啊、发送啊、下一个啊这种，或者是完成啊，这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 next 下一个就是激活下一个输入框。可以来看一下，手动演示一下，就是这里点击搜索，然后去输入一个 test， 然后再去执行这一个摄取的操作。因为这里的输入它实际上它是不会提交的嘛，你看输入了它是还没有提交的，所以我执行这一个摄取的操作，它就是会去执行一个搜索的操作了。好，现在来试一下。好，就是这样子了。这个的话是获取通知，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直接演示一下就好了。就现在这里看一下都有哪些通知。像这里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IPM 这个 settings 这个应用它的一个通知。好，这里可以看一下，这有一个 IPM settings，就是我们刚刚这个。你看这里有它的一些那个通知里面的这个文本，还有标题，对吧？这个标题 IPM settings，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验证，比如说你有一些功能收到某一类的消息，然后验证一下这一个推送的消息内容有没有问题。这个的话就是打开通知栏。它已经打开了。我这里的话，这个就是打开通知栏，然后
找到这么一个元素。OK， 下一个，这个获取短信列表。这个的话，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模拟器，所以呢，要先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模拟器的话，你怎么去模拟它收到短信的一个情况？可以用这个 ADB 的这个命令。当然，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种扩展脚本可以用的。后续等会说到相关的再看一下。现在可以先用这一个模拟一下，比如说收到这个验证码的一个短信。当然我这里之前有演示过的，先把它删掉。可以看到这里有收到一条短信了。这个的话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呢？比如像有的时候你想要去验证一下他这个收到短信之后，你去获取这个短信列表，看一下有没有收到验证码，是这样子。我这里这个发送验证码是因为我用的是模拟器，它本身就是没有卡的，所以肯定是收不到短信的，只能用这个命令来模拟一下，把这个短信发到我的这一个短信的这个应用里边，然后我才可以去获取这个列表，要不然获取到就是空的，没有内容。好，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发的这一个短信。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输入，就是模拟我们手动输入，它会一个一个字符去输入。如果平时我们是找到一个输入框元素，然后去调用这个 send keys 方法的话，它是直接一整个填进去的。这个就是可以模拟我们手动一个一个去输入的情况。还是以这个消息的这一个应用为例啊。这里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个输进去的，只不过它是比较快的啊。这里的话就是模拟改变传感器的值，只适用于模拟器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压力传感器，给它设置了这么一个值，然后我再去获取这个压力传感器的值。这里就是获取到的，跟我设置的是一样的。接下来这个是跟文件相关的一些处理。这个返回的结果它是一个 base64 编码的内容，然后需要把它进行一个解码，才能得到这个二进制数据。再把这个二进制数据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了，就是这个拉过来的文件。这个的话也是差不多，你就是要把这个文件推到这一个手机上面的这一个路径。有一点要说一下，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脚本，它已经有现成的 API 了，就像这一个，其实用这一个是一样的，只是说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还是演示一下吧，先把它删掉，然后现在直接换成这一个现成的 API。其实结果也是一样的啊。当然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先尝试去调用一下，看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再去用这个执行脚本的这一个 API。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呢？可以自己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的这个 driver， 然后输一个点，像这个是拉取文件，对不对？那我就输一下这个 pool， 看到你看它有一个 pool file， 就是这样子，后面就不多说了，都是类似的，包括像这一个，把这个文件推到测试机上面，它也是有现成的这个 API 可以用的。而且它这还有2种，像这里用这个脚本的话，它是只支持就是你这个传输的内容必须是经过 base64 编码的一个字符串。但如果使用现成的 API 的话，它有2种参数可以传，一种就是像这个跟这个一样，也是传的 base64 的数据。它还有另外一种更方便的，就是这一个，你可以直接填你的这个就是目标文件路径，就是你要传输到的路径，然后这个是你的原文件的一个路径，这样子就不用你去进行这个编码的处理了。就是你看参数名嘛，它是不一样的。下一个就是这个删除文件，这个也执行一下吧。看我们是存到这个下载的这一个目录，找一下这个系统文件。现在这个就是下载，这里可以看得到，就是刚刚传过来的这一个我们的 demo APK。这个删除也没啥好说的，那我把刚刚传过去的这个文件给删掉。这里要刷新一下，没有了，可以看到没有了。这个是拉取文件夹，这里就填一个文件夹的这个路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这个获取到的这个内容就是一个压缩文件进行了这个 base64 的编码，所以要把它进行解码。解码之后，把这一个写到一个压缩文件里面。像我这里，它就是有一个 test01 这么一个文件夹，在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内容。好，这里看到它出来了。打开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好，下一个，接下来这几个的话都是跟处理 APP 相关的。这是检测 APP 是否安装了，这是某一个 APP 不一定是我们这个被测的 APP。然后这里是查询特定的 APP 的一个状态，它的状态的话有这几个值，这个就是未安装，这个是已安装但是没有运行，这个是正在后台运行，这个是正在前台运行。
这个激活 APP 就我刚刚说我的 demo 里面没写的，因为这个之前已经用到过很多次了。其实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跳到其他的应用去看一下，就需要用到这一个。这是移除，就卸载。这个是终止。安装 APP。这清除的话，就是清除它本地的一些数据嘛。比如说，你如果原来已经登录了，你把它清除了，它的这个用户数据就没了。你再打开，就是会需要重新登录这样子。OK， 接下来这里的话，基本上都是对这一个 demo APP 的检测和操作。检测它是否安装。那我们确实是已经安装了的。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状态，可以来试一下看。它这里是查询它的状态，比如说我把它放到后台。这个3，这里看一下刚刚说的3，就是在后台运行，没问题的。删除了。哎呀，刚刚忘了切换这个应用了。它现在已经卸载了，看到没 ？OK， 然后我现在再把它装回去。这个的话有一个地方注意一下，就是它有这么一个选项，就是说，你安装的这一个 APP， 你想让它安装之后得到它这个应用内的所有权限，你就可以设置这么一个参数。这个是安装的 APP 的路径嘛？这里的话就是允许这一个被测的这个 APP， 就是允许安装这个被测的 APP。当然，你也可以不安装这个，去安装其他 APP 也是可以的。然后这里是让它获取到所有的权限，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刚刚我们是已经卸载了，按理说卸载之后我再重新安装的话，它是还没有获得任何权限的。那我执行就是那我写在这一个参数的话，它就是给它所有的权限都授权了。现在你可以重启一下，它就没有弹出任何的授权弹窗了。这个的话是获取这个应用里面的一些这个字符串，就是它的一些文本信息。这个大致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是获取系统的状态栏和导航栏。这个它也是有现成的 API 可以用的，就没有必要去用这一个脚本了。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这个就是导航栏的信息，它的宽度、高度，还有它的位置，还有是否可见。这个是
状态栏也是一样的。状态栏指的就是这一栏，导航栏的话是这一个，因为我现在是用的是这种传统的导航栏模式。好，下一个，这就是刚刚我说的用于发送短信的一个脚本，其实跟刚才前面那个是差不多的，就是前面那个 ADB 命令，只是它现在这里是直接给你封装好了，可以去执行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发送的这个短信，它这个也是有一个现成的这一个 API 的。这个的话就是模拟这个通话了，像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模拟在某一个操作的时候被这个通话给中断之后的这么一个情况，看你的备测 APP 是否能够正确的去处理一些逻辑。看这个也是用于模拟器的啊，你看就是这样的，收到这样一个通话。好，这个是设置 UI 模式，这里的话其实它是有2种的，可以去看一下官方的文档。它这个 Night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深色模式嘛，它有一个这个车载模式，不过这个车载模式的话，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模拟器，它可能不太支持，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演示了，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现在我这个系统是浅色的嘛，我先设置成深色模式，然后再去查询一下它这个深色模式的这个状态。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变了，系统也是这个深色模式。如果你想把它换回来，可以把这个设置成 No。刚这里是设置 Yes， 这里查询到的状态也是 Yes， 就是启用了深色模式。好，可以看到它恢复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那安卓系列就先告一段落了，后续开始讲 iOS 自动化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下期再见，拜拜。